2000万陪一个70岁的老头子过12年，你愿意吗？他做到了。我跟那个人3年，我没有碰过他，就纯粹是为了跳舞，为了吃饭，为了玩。现在讲出来，你相不相信也无所谓，真的。2005年，上海的某个酒吧里，69岁的谢贤遇到了年仅20岁的 Coco， 一个是见惯了湘江风月、身边美女如云的老炮儿，另一个则是青春无敌，对这个名利场充满了无限幻想的妹妹。49岁的年龄差，在酒精和肾上腺素的催化下瞬间为零。消息传回香港，整个娱乐圈都炸了，所有媒体都用一种看笑话的姿态，等着看这位花花公子什么时候会把这个新到手的玩具给玩腻了。但所有人都没想到，这一等就是12年。在这12年里谢贤几乎是将 Coco 宠上了天。他带着她出入各种顶级的社交场合，无论是几十万的爱马仕包包，还是上百万的名贵珠宝，只要 Coco 喜欢，他眼睛都不眨一下。甚至在 Coco 决定要去国外留学时，这位已经年过70旬的四哥，竟然还像个热恋中的毛头小子一样，不远万里的跑去伴读，亲自为小女友洗衣做饭。这份堪称爹系男友天花板的宠溺，连他自己的亲儿子谢霆锋都看傻了。毕竟他当年一个人在日本留学时，可没享受过这种待遇。你以为谢贤只是一个为老不尊的渣男吗？不，那你就把这个在名利场里纵横了半个世纪的男人想得太简单了。要看懂谢贤就必须先扒一扒他们在厚的能当枕头的情史。在他那长长的前任名单里，有2位是绕不开的名字，一位是70年代中国台湾的第一美人珍珍，另一位则是中国香港第一位港姐冠军狄波拉。这2位在当年都是顶级的女神，而谢贤也曾轰轰烈烈的爱过他们，但最终也都以离婚收场。尤其是在和狄波拉离婚后，谢贤似乎就为自己的下半生定了一个极其明确的游戏规则：我可以给你无尽的宠爱和金钱，但我绝不会再给你一纸婚书。这份看似渣男的规则背后，其实藏着一种极其清醒的自我认知。在心理学上，这是一种典型的彼得潘综合症。他拒绝长大，拒绝承担婚姻所带来的最终责任，他只想永远当一个在爱情游戏里来去自由的少年。而 Coco 恰恰就是那个出现在了最正确时间点的最完美的玩伴。她年轻漂亮，不纠缠，不索取名分，她要的是金钱和一张通往上流社会的入场券，而这些都是谢贤最不缺的，也最愿意给的。其实这种暮年花花公子的剧本在世界上也并非孤立。另一位就是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始人休海夫纳。海夫纳在他那著名的花花公子大厦里，常年养着一个由数十位年轻女孩组成的后宫，他为他们提供奢华的生活，但也制定了极其严苛的门禁和规则。你看，同样是老牛吃内草，谢贤和海夫纳却有着本质的不同。海夫纳玩的是量，是一种近乎于圈养的绝对的权力掌控，而谢贤玩的是质，他在同一时间只交往一个女友，并且给予对方极大的自由和尊重，甚至在他所有的前任里，没有一个人在分手后说过他一句坏话。咱就是说连渣都渣得如此有品，实在令人叹为观止。然而这场持续了12年的游戏，最终还是迎来了散场的那一天，而提出分手的竟然是谢贤。据说当时 Coco 曾提出想为他生一个孩子，而这个提议却像一根针，瞬间撕破了谢贤那个关于永恒少年的幻梦。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81岁了，他或许可以当一个完美的情人，却无法再当一个合格的父亲。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堪称港圈分手天花板的操作，他直接把自己的儿子谢霆锋叫了过来，当着 Coco 的面对他下令，给他2000万，就当是他这些年青春的补偿。这到底是一份迟来的父爱，还是一场精心计算的遣散？我们不得而知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份高达2000万的分手费，为这段本就充满了争议的爷孙恋画上了一个最体面也最现实的句号。拿到2000万的 Coco 从此人间蒸发，彻底退出了这场豪门大戏。他用这笔钱过上了真正属于自己的、不受任何人打扰的富贵生活。而谢贤呢，他则继续开着儿子送的劳斯莱斯，住在那个可以俯瞰整个维多利亚港的半山豪宅里，当着他那个永远孤独也永远自由的花花公子。所以你看，谢贤和 Coco 的故事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老牛吃内草的八卦，它更像是一场成年人之间各取所需、权衡利弊之后达成的一场长达12年的完美交易。在这场交易里没有谁对谁错，也没有谁玩了谁，有的只是2个从一开始就无比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顶级的人间情圣。而我们作为看客，在吃完了这口充满了金钱味道的瓜之后，或许该想一想，当爱情可以被如此清晰的明码标价时，它还算是爱情吗？